程小姐怎么样啊？苏腾问着程沁要不要去悠悠山庄。程沁先是用手机搜索与悠悠山庄有关的图片，结果没有搜索到。我想看看悠悠山庄的图片，怎么搜索不到啊？肯定搜不到，那是战家的大宅，战氏家族的人都是住在山庄里的，怎么可能让大家随便拍照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们去了绝对不会后悔的。程沁想着苏腾都征求过战少的意思了，他也确实对战氏家族挺感兴趣的，便答应下来，那就去一趟吧。明天苏先生方便吗？我想明天带孩子们过去，随时都方便，我又不用天天回公司。在公司里我也是一言堂，什么事儿都是我说了算，只有我管着别人，别人是管不到我的。除了他的父母，就还真没有人能管得到他。下午呢？苏腾问他。程沁答道，下午就带着孩子们在附近的公园走一走。我们坐车回来的时候，看到附近有个大公园的，公园里草木茂盛，能遮阳。附近是有个公园，那下午我带你们在附近走一走，逛了公园后再带你们去逛美食街，一条街道都是卖吃的。保证你和孩子们都喜欢。好啊，过来之前简单的了解一下管城，知道美食街的存在，就是还没有时间去逛上一逛。天天都要带着学生们去比赛，出门一般画古龙，他也不敢一个人带着，12个小朋友到处跑，有苏腾陪着，帮忙看管着一般画古龙，程沁也放心点。在两人说话间呢，饭菜陆陆续续送上来，摆满了一张桌子。程沁说，那他苏先生，你点了太多的菜，没事，吃不完，就我们可以打包回去，饿了就吃。程沁笑，苏先生也会打包吗？我以为你们这些大总裁吃饭的时候点满了山珍海味，吃不完就不要了呢。没想到苏腾这么有钱，去酒店吃饭吃不完还会打包，这让程密觉得苏腾很接地气，对他的好感又添了一分。我平时一个人在酒店吃饭，只吃2菜1汤，分量都是刚好一个人的量，这样就不会浪费。或者直接去1楼的自助餐厅吃，想吃什么就拿什么，拿了就要光盘，绝不浪费。我是有钱，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也需要我努力去拼搏才有回报，自己知道赚钱的不容易，就不会随便浪费。程沁朝他竖起大拇指，他喜欢这样的男人。吃饭吧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菜吃。苏腾招呼着12个小朋友，画骨龙们都看向了程沁。程沁说到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在他最先用公筷加了一点菜后，他的学生们才开始动筷。苏腾呢，留意着这一点，他也给自己加了点菜。看着孩子们开吃后，对程沁说道，他们都很听程小姐的话，我留意到他们做什么都会先看程小姐。他给孩子们送礼物时，他们也是看过程沁，程沁示意他们可以收下，他们才收。那吃饭也是一样。程沁说道，是他们的父母教得好。苏腾笑笑，我想你们程家武馆不仅仅是教人习武吧，也会在为人处事上对学生们言传身教。学武之人不是很讲武德的吗？是的，武德很重要。苏先生，这菜的味道真不错。管城大酒店是管城最大最高级的酒店，你们在自助餐吃过的，不过自助餐的美食还是不如你专门点菜，由高级大厨烧出来的菜更好吃。那程沁认可苏腾的话，两个人呢边吃边聊，像老熟人一样。苏少主的性格和程沁差不多，故而两个人能聊得来。苏腾暗自庆幸，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命定之女，不管是哪方面都很适合他。军事集团风尘集团在管城的子公司，
公司的大小事都由军然管着呀，他是总部安排过来，长期驻扎管城的总裁。下午上班的时候呢，军然才从商家回来，大家留意到他们的军总下午心情大变样，那张迷人的俊脸啊，表情也是极为严肃。谁得罪了军总？军然是军家儿郎中脾气最好的一个，见人便笑，说话也是带着3分笑，让人不知不觉就卸下心防。很少看到他绷着脸，表情严肃的时候。会不会是公司里出了什么大事啊？就大家都在猜测，却不敢过问，全都比平时更加的认真工作，生怕公司真出了大事，需要裁员什么的。工作不认真的肯定会是裁员第一批。如今工作难找，好工作更难找。就他们还是很珍惜自己的工作的。军事集团的福利待遇可以追得上战士集团的。在管城能进入军事集团工作，也是件让人羡慕的事。居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秘书默默地帮他送上一杯咖啡，一声不敢吭退了出去，就居然没有马上喝咖啡。他在黑色的转动椅上坐了片刻，又起身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好半晌，他又回到办公桌内，就在黑色的转动椅上坐下来，就掏出手机，他打电话给亲大哥。等叶军博接听电话后，他低沉地问大哥：“你在忙吗？”“挺忙的，怎么了？”“那边出问题了。”叶军博关心地问道。军事集团的事，他都是交给军然打理，他这个总部当家人很少插手，除非军然有搞不定的难题，叶军博才会出面处理。不过这种情况很少。军然的工作能力不输于叶军博，他只是不想成为当家人而已，与公司无关，是我的私事，感情问题。生意上的事还不会让军然愁眉苦脸的，就只有他和商小飞的未来，才让他天天提心吊胆，就生怕商小飞突然就被人抢走了。你和商小姐吵架了？叶军博以为弟弟和女友吵架，是你的错还是商小姐的错？叶军博在想着，要不要将他那套哄妻的无底线方案传授给弟弟。我们俩都没有错啊，大哥。今天临近中午的时候，苏家主夫妻俩带上厚礼去了小飞家里提亲。很快叶军博便问这是怎么回事。商小飞是他弟弟的女友，他们俩经常出双入对，苏家主怎么会带着厚礼上门提亲呢？居然要不要我跟爷爷奶奶还有爸妈说一声，然后我们也备上厚礼登门拜访，顺便帮你提亲。叶军博觉得自己家并不输给苏家，他的亲弟弟也不输于苏少主。居然和商小飞的事，就他从来没有向家里求助过。父母兄嫂都很关心他的感情生活，他让家里人放心，他喜欢的女人，他一定能拿锥到手，娶回家里宠着的。他都这样说了，父母兄嫂也不好过多干涉，只能等他的通知。以叶爱军的性格，他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管城，替小儿子向商家提亲的。但是小儿子说未到时候，不让他们插手。为人父母的再着急，也只能等着，毕竟是军然娶妻，当然要以军然的意愿为主。目前危机解除了，不过提亲仪式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战印和海童办婚礼，大哥和大嫂会过来参加婚礼吧？军然问着。叶军伯恩了一声，那是自然的。我和你大嫂的婚礼，战印都来参加了，轮到他和海童的婚礼，我和你大嫂必须参加。那穆晴和海童又成了朋友。叶军伯和穆晴办婚礼的时候，战印刚和海童还在闹着矛盾呢，也没有向海童坦诚他的真实身份。为此，战印还曾向叶军伯求助过，等我们去参加战印的婚礼，再帮你去商家提亲吗？军然说道，好，我等会儿就给妈打电话。
也跟你嫂子说一声，让妈和你嫂子准备好厚礼，到时候去商家提亲。君然，你确定没问题了吗？我不敢确定，不过也不能再拖下去。叶君伯默了默后说道，哥看得出来，你和商小飞的感情很稳定，商小飞值得你去爱，至于他的父母家人，放心，交给哥，我们帮你搞定。谢谢哥。谢什么呀，咱们是亲兄弟，我们都盼着你能幸福的。跟哥说说今天中午的事，苏家主怎么突然跑去商家提亲的？君然叹口气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哥哥。叶君伯，万幸苏少主找到了他的命定之女，否则这件事真不容易解决。苏家主为了他的儿子那是很疯狂的，就算苏腾说不喜欢商小飞，但他做过追求商小飞的事，苏家主也会千方百计让两个人结婚的，那是强扭瓜儿啊。我都吓死了。君然想起收到消息的那一刻，他脸上的血色都跑了大半。苏少主难缠，至少让他知道苏少主对商小飞并非真心。苏家主难缠，那才是真的难缠。还没有人能说服苏家主，能够拦着苏家主呢。所以当时收到消息，君然是真被吓坏，怕死自己的心上人会被苏家强娶了去。现在事情解决了，可是君然想起还是后怕，这才向大哥求助呢。叶君伯理解地道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应该让我们代表你的家人去商家一趟的，只要爸妈表态了，我想商太太会打消顾虑的。你又不让我们插手。君然任由着哥哥说他不说话。行，等到战印和海童办婚礼时，我们过去参加婚礼，再去商家帮你提亲，放心，一定帮你办成，不会让你再提心吊胆的。商太太给他弟弟制造出几个情敌，就让他弟弟提心吊胆了。想他当初为了娶到穆情，都不知道在背后干掉了多少情敌呢，就他更不容易。能先订婚也不错。居然觉得一下子就结婚不太现实，可以像战逸晨和宁云初那样，先订婚办订婚宴，宴请管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参加，那样大家就知道她是商小飞的未婚妻了。看看谁还想和他军武少当情敌的，肯定会帮你们定下来，放心吧。向大哥倾诉了，又请求家人出面，居然悬着的心略略放下来。哇，他的原生家庭那么好，只要父母兄嫂齐出动，肯定能让商太太答应他和小飞的婚事。那要是还不行，他的爷爷奶奶也可以出面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居然对兄长说道：“哥，我有客人来了，先不聊，你跟大嫂说，让大嫂和妈开始准备厚礼。行，你先忙，大哥办事。你放心，咱妈和你嫂子早就等着去帮你提亲的了。穆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小叔子们提亲，她是长嫂，她的态度很重要。若是有机会与君家结亲的人家，都会看穆情的态度，毕竟她是长嫂，以后是当家太太。君然结束了和哥哥的通话，才沉声应着进来呀。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商小飞抱着一束花，又提着几个袋子进来。那袋子里装的是2套新衣服，2条新领带，还有一个礼物盒。盒子里面装的是一块劳力士手表，那这是他送给君然的礼物。哇，这家伙中午吓坏了，就他送点礼物给他压压惊。事实上呢，他也吓坏了。还好，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。小飞看到进来的人是商小飞，居然放下手机，起身绕出办公桌，迎向他，脸上带着笑：“你怎么过来了？怎么不想我过来？”君然笑：“怎么可能？我是想着我刚从你家里回公司，你不会在这个时候过来的，毕竟刚分开。”商小飞自顾自地走到沙发前，
将那几个袋子放在沙发上，回身再将那束花递到走过来的君然面前。君然接过花束，眼神温柔，充满了深情，锁着他俏丽的五官，温声问他无端端的怎么给我送花？送花一向都是我的专利，他经常会给他送花，哪怕两个人感情稳定了，他也会隔三差五制造惊喜。特别是苏腾开始追求他后，君然怕自己被苏腾比下去，那是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将苏腾比下去的法子，让他和小飞的感情更加坚定，也让商家人的感情天秤倾向他。喜欢吗？商小飞问他。君然笑道，喜欢你送的，哪怕是一根草我也喜欢。商小飞俏皮的道，那我下次送你一根草，看你喜不喜欢。君然依旧笑，我还没有尝试过收到草的滋味呢，就等着你满足我，这个容易办。下次我去菜场的时候，给你带上一麻袋的草回来，全都送给你。我要不要去买头牛回来养着？商小飞娇笑着，我送给你的草，你敢拿来喂牛试试？不敢，不敢。商小飞又打开了袋子，从袋子里拿出2套新衣服，递给君然，你看看喜欢吗？你所有衣服都是这个牌子，便也给你买了相同牌子的衬衫、西装外套都有，连老底都帮他买了一沓，就是不好意思拿出来，塞在衣服的袋子里，他回家后拿衣服出来就会看到的了。君然放下了花束，接过衣服，翻看着，笑咧了嘴，你买的衣服？我当然喜欢啦，尺码也是刚好适合我的。傻瓜，送给你的衣服，当然要买合身的，也有2条领带。商小飞又拿出了2条领带，最后呢，才拿出那块手表。他打开了礼物盒，拿出那块劳力士手表，示意君然伸出手来，他帮他戴上这块手表。那君然说道，我天天戴着的这块手表也是你送的。他给商小飞送了很多礼物，那商小飞也回馈于他，他说他不会让他的男友受委屈的。别人有的他也会有，就他有的别人不一定有。轮着戴这块手表，我觉得更好看一点。君然任由他帮他戴上，等戴好后，他夸赞着小飞，你的眼光很好，你帮我买的东西都是又好看又好用，我喜欢。那是我的眼光是很好的，不管是我看中的东西还是人，都优秀至极。商小飞自信得很，他的出身啊，也让他有这份实力。有实力就有自信。他以前看中的男人是战印，战印不也很优秀？虽然战印不属于他，他不会否定战印的优秀。后来他喜欢君然，君然同样是个优秀的男人，真正的优质男。小飞，告诉我，为什么突然间又送我这么多礼物？君然黑眸灼灼地看着他，说道，我有点慌，害怕你是送我这些东西后，就跟我说君然你很好，是我不够好，我们分手吧。商小飞笑道，你是不是跟着小军看了呀？看多了吧，想象力那么丰富。看多的人想象力不一定丰富，但是写的人想象力一定丰富。我嫂子以前就是兼职写的，嫁给我哥后都还在写，后来完结了一部文，她又认回了亲生父母。事情太多，她才没有再动笔，但她大嫂随时都在准备着开文，老是盯着他们这些小叔子们。她严重怀疑自家大嫂，打算写一部君家少爷的恋爱史系列文，就底下的堂弟们最怕就是被大嫂盯上，他们总觉得大嫂是月老的化身，只要被大嫂盯上了，很快他们的爱情就来敲门。他上面的哥哥们只有三哥还未婚，不过三哥有目标对象的了，他和商小飞也在恋爱着，就是从老六开始的，那几个年龄适合的，才担心被大嫂盯上呢。老六老七都说现在看到大嫂都有点头皮发麻，
偏偏他们又经常会看到大嫂，因为大家都抵挡不住小妍妍的诱惑力。商小飞是知道穆晴以前写过的，他还慕名去看过穆晴写的呢。他问道：大嫂以后都不写了吗？我觉得大嫂的挺好看的，可能也是我从不看吧。第一次看就是大嫂写的，看过后觉得大嫂的想象力是真丰富。大嫂现在忙得很，估计没时间动笔了吧。不过她偶尔还是会写的，没有发表而已。她拿我们兄弟当素材呢。商小飞嘻嘻的笑，你可以叫大嫂，将你写进他的里当男主角，给你一堆的美女。我若是成了他里的男主角，女主角一定是你啊。商小飞笑得更欢，他忽然就搂抱住君然的脖子，主动赏了他一记香吻吧。心爱的人儿主动送上香吻，君然自是不客气地回搂着他，加深了那个吻。一吻之后呢，商小飞的手落在君然的脸上，轻轻地摸着，看他的眼神也充满了深情，还带着点歉意。中午吓坏你了，送你礼物是给你压压惊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君然又在他的唇上戳了戳，说道：是吓死我了，你不知道。我收到消息时脸色都变了，吓得我手脚冰冷。我当时大脑想不到其他，只想到一点，就是我心爱的女人绝不拱手让人，就算要与苏家翻脸，要与苏家为敌，我也坚决不放手。商小飞微靠在他的胸膛上，软声道着歉：君然对不起。君然拥紧他，不要跟我说这些话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怪你妈。我知道阿姨是欣赏我的，只是嫌我远而已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今天的事情再发生。商小飞抬头向他许诺，我妈松动了很多的。君然低头与他额抵着额，低柔地说道：小飞，我跟你说件事。说吧。你敲门进来之前，我和我哥通电话，我父母兄嫂很快就会来管城，既是参加战印夫妻俩的婚礼，也是向你家里提亲。商小飞与他对视着，君然以为他觉得提亲太早了，连忙说道：不管是订婚还是结婚，我对你的感情都不会变，永远爱你，我不会怀疑你对我的感情。商小飞从和君然恋爱开始，就对他100%的信任吧。那说不定他会变心，那君然都不变心呢。当然了，这句话商小飞没有说出来，怕君然又胡思乱想。我是怕我妈不同意，虽说我妈松动了很多，今天的事情也是因为我妈拦着，我们俩在一起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，可我也没有把握。我妈一定会答应咱们俩的婚事。君然说道：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的，提亲一次不成功，再提亲2次、3次、无数次，相信总有一次能提亲成功的。商小飞笑：我会全力配合你，为了咱们的未来努力。小飞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2个人的头颅越靠越近，最后四唇相触，纠缠在一起。一吻之后，商小飞轻摸着君然的脸，柔声问着：还生气吗？君然又在他的脸上落下细碎的吻。知道苏少主找到了命定之女后，我就放心了，不过还是被吓到。你是该给我一点温暖，让我压压惊。商小飞笑：我送你礼物，送上香吻还不够温暖。将他的头按靠在自己的胸膛上，他低笑着暖了，以后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再多来几次，我也会被吓出心脏病来。咱们要尽快订婚，然后办一场轰动管城的订婚宴，比战一晨和宁云初的订婚宴更加热闹。商小飞温顺地应着：那我等着你给我一场轰动管城的订婚宴。很快他离开他的怀抱，问他忙吧。你先忙吧，那我也回公司了。君然再次把他拉回来，拥着：来都来了，陪陪我都没有心思处理公事，老婆都差点没有了，他哪里还有心思处理公事啊？
晚上一起吃饭，然后咱们去看2场电影。商小飞也知道吓坏了君然，仅是送礼物还不够，决定晚上约这家伙去看2场电影。好，你安排吧。看向商小飞送来的礼物，君然低声说道：“我的外套、衬衫以及领带你都帮我买了，还有一条裤子怎么不帮我买？你都没有看完袋子里的衣服呀。”听他这样说，君然松开了他，然后拿起袋子翻看，在袋子里面发现了他给他买的新内裤，红彤彤的，哎，居然全是红色的呀！他从来没有穿过红色的内裤，以前他还小的时候，是母亲帮他买的内裤，遇着他本命年，母亲给他买的衣服都以红色为主，不管是外衣还是老底都是红色。他很抗拒红色，后来就自己抓主意了。但是每到他的本命年，他妈还是会给他买很多很多的红色衣服。那些红色的衣服，他碰都没有碰过，至今还压箱底。此刻看到心爱的女人第一次给他买新内裤的时候，颜色居然选的是红色，还全都是红色，让居然怀疑是他母亲在商小飞面前说了什么。红色不喜欢啊？我觉得今年以来，咱俩的爱情之路走得不是很顺利。就买红色的衣服穿着。居然红色的衣服穿着能让运气变好。商小飞美眸闪烁，不说话，就是笑。我好像看过一部鬼片，说穿红色的衣服容易招鬼。这下子轮到商小飞错愕了。他问：真的吗？穿红色衣服容易招鬼？我挺喜欢红色的呢，红彤彤的，特别耀眼，好看。你看我的车子都喜欢买红色的，咱们商大小姐出场时就喜欢开着红色的跑车，那是骗人的。不过我不喜欢红色老底啊，其他东西是红色的，勉强能接受。这穿在身上的贴身衣物，我是不喜欢红色的。在心爱的女人面前，居然毫不隐瞒自己厌恶红色，觉得红色过于耀眼。对待红色，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商小飞喜欢红色的耀眼，居然则是讨厌。那我等会儿拿去换其他颜色吧。居然看着他，随即附到他的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。商小飞脸色泛红，眼神里却满是期待，笑道：那行，你就留着，我下次会注意点，不给你买红色的了。你要是肯穿一次女装给我看，那就更好了，你长得这么帅，那换上女装肯定很好看呀。居然立即素着表情，一本正经地提醒他：小飞，我是男的，正儿八经的男人，怎么能穿女装？我只想和你做夫妻，可不想和你做姐妹啊。商小飞哈哈地笑，看来你们这几个没有一个人愿意穿女装的呀。海童还是沈小军这样要求过他们的男人，战印和苏南是不可能穿女装的。商小飞没有正面回答。事实上，海童和沈小军并没有跟他们的男人说过那样的话。商小飞那是心血来潮，故意打趣君然的。君然以为自己被比下去了，他纠结得到，其实我穿过女装的。在小时候，我妈盼着生个女儿，结果我出生后又是个带把的。我妈就说过要将我当成女儿来养。刚会走路的时候，我妈欺负我不会反抗，夏天天天给我穿小裙子，头发也留长，真把我当成女儿来养。商小飞听得来了兴趣，笑道：以前没有听你说过这些，那是我的糗历史，怎么好意思说给你听？你穿裙子穿了多久呀？那你家里人不反对？居然说道：我年纪小，肯定没印象，不过我妈那里珍藏着的，相册有很多我小时候穿着公主裙，扎着小辫子的相片。我还以为我有个姐姐或者妹妹，被我妈藏起来了，缠着我妈要姐姐妹妹。我妈说那是我的相片，很多事情也是我哥告诉我的，他记性好，又比我大了几岁。依稀还有点印象，我哥说我和他一样都是男孩子，
不要天天穿裙子，不要留长头发，说我就算天天穿公主裙也变不成公主。后来我就抗拒穿裙子，我妈才算放过我。君然自嘲地笑着，我想就是我妈将我当成女儿来养，导致我最没用，兄弟几个，拳脚功夫最差的便是我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出门都得带着保镖。他的兄弟们摆谱的时候才会用到保镖，一般都不用。他们会拳脚功夫呀，而且都挺好的，不像他只能打败一个没有学过拳脚功夫的小混混。你哪里没用了？在我心里，你是个很优秀的男人。你是拳脚功夫在兄弟当中最差呀，我是一点都不会。这样说的话，我岂不是更没用啊？商小飞不喜欢居然说他没用。哎，他自信的倒不会拳脚功夫的人多了去，会功夫的人反而很少。就算我不会功夫，别人也欺负不了我。他不欺负人就很好了，谁敢欺负他商家大小姐，那就是找死。你看彤彤会功夫，但是海玲姐又不会，你总不能说海玲姐没用吧？海玲姐那是错过了学武锻炼身体的时候，而且她也不喜欢，彤彤喜欢，以后可不能说自己没用。我不喜欢听。好好好，我不自贬了。我居然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很好的男人。商小飞嘚瑟的道，那是肯定的，能让我商小飞爱上的男人都是很好的。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卿卿我我好一会儿，那商小飞还是离开了。他约了客户谈生意的事，居然就恋恋不舍地送他出办公室，见他一副要送君千里的样子。商小飞停下来，转身飞快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亲，说道：我是真约了客户，不好爽约，等我谈完生意了就来接你下班。笑一个，我喜欢看你笑，你的笑容才是治愈我当初遭受到的情伤。居然笑，不用你过来接我，我去接你吧。行，我走了，你回去忙你的吧。居然站在电梯口，目送着商小飞进入电梯。等到电梯门关上了，他看不到了心上人，他才转身往回走。就与此同时的江城，乔氏集团，战浩宇的车子停在乔氏集团门口，他在车上按响了车喇叭，提醒保安给他开门啊。保安看到是战浩宇的车，从保安室里走出来，就要给战浩宇开门。可是他看到车上的人是个披着长头发，穿着裙子的女人。保安一下子愣住，就这辆车他熟的不能再熟了，就是那个厚颜无耻，对他们乔总死缠烂打的战家三少爷常用的车子，每天都会出入他们公司好几次。他和他的同事们都对这辆车熟悉得很，绝对不可能认错车辆的。可是呢，车上的人却是个女人，不是战浩宇呢？那保安顿时间纠结起来，不知道车上的女人是战浩宇什么人，怎么会开着战浩宇的车子过来？他要不要开门让对方进公司？战浩宇见保安不开门，傻愣地看着自己，他没有下车，更没有按下车窗，依旧按着车喇叭。保安回过神来，便走出来敲着车窗。战浩宇这才按下车窗，但他没有看向保安，依旧目视前方，嘴上说道：开门，我要进去。这声音低沉熟悉，哎，分明就是战家三少爷的呀。保安姑姨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战浩宇的孪生姐姐，我来找你们乔总的，赶紧开门。保安，哦，好。保安一边往回走，准备给战浩宇开门，边小声嘀咕：战三少爷有孪生姐姐吗？没听说过呀。三少爷的孪生姐姐说话和三少特别像，女人的声音不该是清脆甜美的吗？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女人说话如同男人声音的。那最终保安还是开了门，战浩宇很快就开车进了公司。数分钟后，乔氏集团的人都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，五官和战浩宇一模一样，跟着高跟鞋，
走出蛇形步伐的女人闯进了办公大厦，2名前台看呆了，甚至都忘记拦截了。一进电梯啊，战浩宇赶紧脱下高跟鞋。哦，原来高跟鞋这么难穿的，怪不得乔涵不喜欢穿，也不肯穿。她甚至不愿意换回女装，就喜欢男人打扮。她送给她的裙子、高跟鞋，她都拒收。她说想看她穿女装的样子，她反过来说也想看她穿女装。就今天呢，她就穿一次女装给她看。戴假长发、穿长裙倒是小事吧，再化妆，让自己刚毅的五官看起来温和点，这些都很容易驾驭。唯独那双高跟鞋不好驾驭啊，她走的就跌跌撞撞、歪歪扭扭的。幸好这里是江城，就她也没有告诉大家她是战浩宇，否则让媒体记者知道，绝对会成为娱乐版的头条新闻。战浩宇还刻意地挽着一个包，包里面就塞着一套他的便装，等会儿就在乔涵办公室里面的休息室换衣服。就是啊，鞋子他没带，放在车上。乔涵应该有鞋子吧，到时候借他的来穿一穿。电梯将战浩宇带上了顶层，他又重新穿上了高跟鞋，然后走出电梯，径直朝乔涵的总裁办公室走去。乔涵的秘书刚从办公室里出来，看到战浩宇时，本能的就要打招呼，可是一看那是个女人，秘书的那句战总又被他咽了回去。好在秘书不像别人那样，愣过之后反应特别快，立即拦住了战浩宇，不让他进办公室。秘书还在心里骂着下面的那些人，怎么放一个女人上楼来？是嫌乔总的追求者太少吗？话说这个女人好像战三少爷啊，那五官说一模一样都不为过。是我。战浩宇在秘书面前毫不掩饰，低沉的2个字就让秘书目瞪口呆，然后看着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进去。战三少。秘书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办公室的大门已经关上。战三少爷，刚刚进去的那个女人是战三少爷扮的。秘书喃喃自语，很努力的在说服自己要相信他的眼神。他没有眼瞎呀，看得真真切切的。那个女人就是战三少爷，她是男扮女装，还是他们乔总始终不接受战三少爷的感情？战三少才会扮成个女人，为了拿下他们乔总。战三少可真拼的，连扮女人的招数都用上了。哇，牺牲真大呀！2个人若是有一个是女人，哇，他们真的是很般配啊。可惜2个都是男人。秘书相信自己的上司不是歪的，不管战三少做什么，哪怕拿下了乔董和董事长夫人，乔总都不会接受战三少的感情。乔总喜欢的是女人啊，真正的女人。秘书很想推开门进去，看上司的反应，就最终忍住了。战浩宇关上办公室的门，还将门反锁了，免得被别人打扰到他和乔涵谈情说爱吧。乔涵在忙着呢，他头都不抬，以为是秘书去而复返。等他听到高跟鞋的脚步声，意识到进来的人不是秘书，他才抬头对上战浩宇那张化了妆的俊脸时，乔涵手里的笔一下子掉落在桌子上，然后滚了几圈，再掉落在地上。战浩宇走过来，站在他对面，抬手撩了一下假长发，又转了几圈，绣着那条长裙，最后问着傻眼的乔涵：怎么样，女装漂亮吧？我五官过于刚毅，就算穿女装，化了妆都没有女性的柔美。